你或许并不知道，把红枣和生姜放在锅中炒一炒，作用真厉害。村里98岁老奶奶经常这样做，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就是管用，做过的朋友都说好。只可惜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做法，快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准备一块从土里拔出来的生姜，然后加入水，把生姜表面的泥土给洗掉。当然，直接用手是洗不干净的，因此可以准备一个牙刷来刷洗，并且用牙刷还可以将这些缝隙当中的泥土清洗得干干净净。有的朋友就会问了，为什么咱们不直接将生姜皮给削掉呢？其实生姜皮它作用也很大，并且还含有非常多的营养价值，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吧。因为生姜它不仅仅是调料品那么简单，因为生姜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直到用牙刷将整块生姜上面的泥土都刷洗得干干净净，最后再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样清洗出来的生姜表面不会再有任何的泥土残留，清洗得非常的干净。然后把生姜给它切成3-4瓣，大约在1公分厚左右，然后从中间切开，最后改刀给它切成生姜片。这样一来，可以让生姜当中的成分释放得更加的充分，并且也非常的容易炒干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大把红枣，大约20克左右。我们可以看见每一颗红枣表面都是凹凸不平，有许多的褶皱，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灰尘，因此需要加入一勺面粉，这样来给红枣抓拌抓拌，让每一颗红枣上面都裹上一层面粉。面粉它的吸附作用非常之强，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将藏在红枣表面褶皱里的灰尘给吸附出来。相信有很多朋友平时无论是用红枣来泡水、熬粥或者泡酒之类的，并没有经过这一步来清洗，其实那样是非常的不干净。抓拌好过后，我们再加入水，最后把红枣表面的面粉给洗掉就可以了。洗掉面粉的同时，藏在褶皱中的灰尘也会随着面粉被清洗掉而被吸附出来。通过这种方法清洗出来的红枣，它特别的干净，食用起来也会特别的放心。洗掉全部的灰尘过后，我们在镜子里看一看，洗过的水特别脏，然后我们将水倒掉，最后再加入水，将红枣清洗2到3遍。清洗过程就非常的简单了，在水里面抓洗一下就可以，最后再次将水倒掉就可以了。我们再看一看，清洗过后是不是特别的干净呢？当然，我们洗好红枣以后，再找出你家里面的牙签，我们需要用牙签在红枣上给它穿上一些小孔，这样才可以让红枣当中的营养成分释放出来。因为红枣表面这一层它是密封性的，因此一定要给它穿上一些小孔，或者直接用刀把红枣从中间给它切开也是可以的。全部处理好之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火烧锅，先把锅里面的水分烧干，然后试一下火温，
把火尽量开到最小，先把切好的生姜倒入锅中，开始慢慢翻炒，先把生姜表面的水分给炒干，大约炒上1分钟左右就可以。然后再把红枣也倒入锅中，继续翻炒。朋友们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将火开大，一定要有耐心。如果火稍微开大一些，会导致生姜或者红枣炒糊，而大大的影响口感。直到全部炒干，关火，用锅的余温再预热一下。这时候你会闻到特别浓的生姜和红枣的香味。然后把生姜和红枣放置自然降温，然后给它放入密封罐当中。如果温度过高，放入密封罐，因为高温的原因，它会产生蒸汽，那样就会导致炒干的生姜和红枣回潮。那么我们炒制好的这一罐生姜红枣到底怎样食用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。每次用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拿出密封罐，然后在你的茶杯中放入一块红糖，然后准备一些红茶。接下来盛出一勺炒制好的生姜和红枣，最后用刚烧好的开水来冲泡。记住，水温越高越好哦，千万不要使用温水来冲泡，那样茶叶是泡不开的。最后盖上盖子，像你平时泡茶一样，给它泡上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次揭开盖子，闻一闻，味道还是特别香的。我们现在就可以趁热喝，因为茶趁热喝口感会更好。这样制作出来的红枣生姜茶不仅口感好，而且作用也不小哦。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结晶。如果喜欢喝茶的朋友，不妨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吧。坚持喝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与发现哦，并且这样喝起来不仅有茶叶的清香，并且喝起来口感甜甜的，相当的不错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喝法，那么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，试一试这个方法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